她是中国近代禅宗泰斗，她是唯我独尊的慈禧太后唯一哭着跪拜过的高僧。她曾轰动整个泰国，被泰国皇帝顶礼膜拜，尊为上宾。她在112岁时死而复生，梦游兜率院。她是活到了120岁圆寂后烧出数百颗彩色舍利子的老和尚。他的一生从清朝到民国，历经了5个皇帝、4个朝代，看遍了时势动荡、朝代更迭。他的一生住持了15个道场，重兴了6大祖庭，有数百万的佛门信徒，门下培养了大量的沙门比丘，其中出名的弘法高僧就有10余人。他10次面临生死大劫，曾经2次被文殊菩萨所救。他的一生惊心动魄，荡气回肠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就是有着中国近代第1高僧之称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虚云老和尚。虚云法师原名萧古言，父亲叫萧玉堂，是梁武帝后裔，世世代代居住在湖南湘乡。萧玉堂是科举出身，在永春县为官，结婚多年，与妻子严氏盼子心切。过了40岁，有一天，夫妻2人一起梦到了观音送子，结果萧夫人果然怀上孩子，夫妻2人非常期待孩子的出生。1840年10月怀胎之后，萧夫人生出一个肉球，于是惊吓过度而去世了。大家急忙刨开肉球，只见里面是一个活生生的男婴，起名萧古言。萧古言天资聪慧，颖悟过人，自幼就熟读4书5经，还对佛学有着浓厚的兴趣。13岁那年，萧古言随父亲将生母和祖母的灵柩送回湖南老家，在老宅接触到了许多佛经藏书，于是如痴如醉地将香山大悲菩萨传、观音菩萨成道等佛书看了个遍，还跟着叔叔寻遍南岳庙宇，流连忘返，不思归途。回家后竟偷偷离家出走，被抓回家后禁锢在家里，不允许离开房门半步。儿子与佛教的溯源深厚，让父亲伤透了脑筋，说服不了就强行逼婚。父亲将他关在书房，把田氏、谭氏2个定亲的儿媳妇接到家中，强行跟萧古言举行了婚礼。萧古言日夜不断地给2位妻子灌输佛法理念，3人虽同处一室，不但没有行房，2位妻子反而成了他的佛教同伴。终于在20岁那年，萧古言成功出逃，来到了鼓山涌泉寺剃度，拜妙莲和尚为师，法名演彻，字德清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僧人。为了躲避父亲的寻找，德清隐匿在上山的岩洞中辟谷修行，每日钻研佛经，拜万佛忏。3年过去了，父亲找不到儿子，万念俱灰，辞官告老还乡。德清才终于回到了涌泉寺。可是4年之后，德清决定效仿玄奘法师，苦修成道，于是又回到了岩洞之中。这一次辟谷又是3年，他一心念佛，吃松毛，饮山泉，与豺狼老虎为伴，耳聪目明，身轻体健，随意游走于山岩之间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这一年他才30岁。终于，德清结束闭关苦修，决定下山游历。受人指点，他来到了天台华顶龙泉庵，求教于荣净法师。简单询问之后，荣净法师便指出德清的偏颇之处。你只知道古人修持身体，你可知道古人更以修持心性为要旨？我看你行为举止近乎于外道，已经偏离正途，枉费了10年功夫，延期古隐，就算你活到1万岁，也不过是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的仙人而已，离成就大道相去甚远。就算再进一步，证得出果阿罗汉，充其量只是一个资料汉。师父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，让德清茅塞顿开。于是他跪拜下来，请求跟随荣净法师，改正自己修行上的错误。再后来，他改名是虚云，潜心修习佛法，游历四方，弘扬正法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侵华，京城大乱，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亡，虚云法师一直陪伴在他们身旁，
护佑他们周全。因为四处战乱，尸横遍野，加上遭逢大旱，颗粒难收，天灾人祸导致瘟疫盛行。老和尚深知，只有天降大雪才能将瘟疫清除。可是这9月天下大雪，谈何容易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于是虚云法师决定在卧龙禅寺举行一场祈雪法事。老和尚德高望重，感召来了西安各寺的近千名僧人，终南山隐修的师傅也前来相助，佛教信徒更是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法会。虚云法师亲自带领9名法师，身披红色袈裟，假夫禅坐在台上结印施法，台下两侧各有108位僧人，昼夜不停持诵祈雪陀罗尼神咒。360位僧人带领信众拜大悲忏，其余僧尼带领信众念弥陀圣号，昼夜60，佛号不断。等到了第7天，晌午刚过，天上忽然乌云密布，冷风凛凛，没过多久就飘起鹅毛大雪，奇迹终于出现了。众僧侣们都觉得大功告成，加上寒冷难耐，于是纷纷回了寺院。只有虚云法师依然静坐法台。老和尚知道，只有大雪覆盖得足够久，才可以彻底消灭瘟疫，解决干旱，于是继续不停地持咒施法，直到大雪持续下了1周，整个西安城内外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才终止法会。从开始下大雪的那天起，百姓们就从各地纷纷赶到卧龙寺，参拜这位法力无边、可以呼风唤雨的活菩萨。当时的慈禧太后听说之后，也急匆匆赶来。当她亲自看到大雪纷飞的冰天雪地里，虚云老和尚身披冰雪袈裟，禅坐在四周毫无遮拦的法台上，不停地持咒施法时，就哭着跪拜在卧龙寺前的雪地里，和众多百姓一样，声泪俱下的感谢这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西安下了这场大雪之后，瘟疫和干旱果然被化解了。虚云老和尚为了众生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，在大雪中开了整整7天法会的消息传遍华夏各地，轰动一时。老百姓们都在赞叹这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